大家好，我是黎晨。那大家比较熟悉的是《万国觉醒》，我的游戏名字叫不过，大家平常都这样叫我。我们今天是因应的那个观众的要求，说希望能够采访921的国王。这个留言说，猫猫一路走来应该十分不容易，所以我们今天就正式的来采访我们1921的国王龙猫。那怕你太紧张，所以我们就先做了个快问快答。好。第一题，简单一句话介绍你自己。大家好，我是921的国王猫猫。玩的万国觉醒多久？快5年了吧，4年多。第一个账号的原生王国就出生地1052啊。那时候不会玩，真的是没几天就被围掉，然后就拒。那时候也没有 OB 吧？那时候应该也没有 OB， 就真的是被不知道哪个家伙把我围了，我就每天都支援。我那时候会挖资源啊，还有很多资源，你会挖资源？我那时候还会挖资源。当了多久的管理？估计有3年吧，3年左右，从1350开始。那什么时候开始当国王？其实前面的话，其实就算是会接国王的R4，那真的到国王真的是来到921。那我们正式的进入那个正式的问题。1093的9月号资料更新是战力199亿，击杀是7000亿。那实际的击杀不是前300，就是联盟击杀的话是6200亿左右。这次报名兵无尝试后，得知了有一个先锋王国，就是275一起报名。那你的第一个想法是什么？其实当下第一个反应是，他们为啥这么贼？他们就在真的是千金鸟，大家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，他就换了，措手不及，就他们换了。等到我们回去再看说他已经改成兵，第一个反应是震惊，那后面就是那干吧，真的碰到那就干吧。那所以你就因为这样开始做那个地图的匹配分析，之后做出了2张图，那你可以解释一下那2张图怎么抽出来的吗？那2张图真的就是土法炼钢，然后一个一个看了快200个王国，一个一个看他们到底报名了没，然后有报名的什么地图，然后最后再按照他们的击杀跟战力去分那个地图，参照2100跟1228的那一个地图模板去排列。那最强的是火阵营，第2强的是光阵营，275已知是报名并无最强的王国，所以它是火阵营，这是无误的。不管在第1版或者是第2版的地图分析，它都是在火阵营。比较意外的是1077，它加1683，应该是第2强，但是他们在水阵营，这是意料之外。估计应该是2460的战力比1077还要高，或者是他们击杀比1077还要高，所以他们拿到的盟友2124并没有像1077这么好。但是他们在光阵营，按照2100跟1228的那个地图结果，1077跟1683应该是要在光阵营，跟预期的差不多。那包含土阵营跟我们也都是往差不多的结果，就是什么 A 加 B 加 B 啊，或者是 AA 加 B， 其实大致上都符合，该出现都有出现。没有出现的就是已经不在我们预测范围内，那也没办法。不过大致的主角王国都有出现在我们要的地图上。对，你那地图说几天？好多天，我记得好像4-5天。我有一个结果，然后我就在我们自己的管理圈，然后我就啪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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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自己打了一堆，自问自答、自言自语了一堆，然后你们也没理我，我看不懂，你们看不懂，然后我就自己在微信群里面自己呱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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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一整天。因为碰到先锋是基本上那时候是确定的。那对这个碰到先锋，还有这个游戏现在的环境，有什么样的想法？碰到先锋，我认为以现阶段921，因为击杀比较高，那战力虽然比较低，但是还是在碰到先锋，当然不是老牌先锋365或者是093、960这种大先锋，是比较小的双盟的先锋。那我觉得还在921的应付范围内，只要我们有还不错的盟友的话，其实应该都能应付。重组先锋吗？就是现在整个先锋的生态都在重组，就是包含960或者是093这种比较大型的先锋，可能未来也会面临到可能重新分配啊，或者是降战力，因为他们可能会找不到
找不到适合或者是实力相当的对手，可能会分散啊。像1254，他就抽了一部分的核心玩家到260，就变成有点精英制的王国，小小的，然后大概1盟或者是1盟半，最多2盟。那一个联盟可能就超过1兆击杀。这个开始是从960开始，960给大家做了一个样。那大家可能2489啊，然后2605，那也都是逐渐往这种方向靠拢，就是单盟制或者是1.5个盟，但是那个盟都是战士，每一个都是大佬，就是可以超过1兆的联盟击杀，小而精壮的概念。这样子也就代表前300的战力不太可能会越来越低，你可能以后可能到230亿就会变成先锋，也未知数。所以以后先锋的体量会慢慢减小，大先锋可能会拆成不同的小先锋。其实如果仔细看的话，365的每一个联盟，你1、2、3、4，什么 BLN 啊，还是 OG 啊，这些联盟单独分出去，都是一个非常强壮的联盟，都有1兆。这可能就是未来避免不了的先锋生态。那所以在这个匹配出来之后，那对并无尝试的结盟分析，那时候你说南北战比较适合，那为什么说它比较适合，还有不适合2打4？先说为什么我想要南北战，因为在我们开局以前，我们其实已经把整个地图的架构都列出来了。那我们已经有看到2460，那其实在整个匹配跳出来之前，我们就已经去拜访过它。1077、1683、916，我都有拜访过，就是在匹配出来的前几天，可能前1周或者是前3天都有去陆续拜访过。那已知那个时候2460加921加1077，不管遇到谁，应该都能轻松应付，或者是打一个会赢的旗鼓相当的 KVK， 所以找2460跟1077是我要的。那刚好他们都是在南边，所以我才会提出南北战。那其实那个时候大部分也都是南北战，因为275他就是先锋，那他带一个比较弱的队友，也符合他们想要的。那最后他们提出的2v4，他们认为1077不够强，一边都可以轻松抗衡，但事实上结果都不尽然。我会说为什么说2v4它并不合适，是因为关卡6它不是全开放，它是半开放，它是在左右连接的王国可以通过，所以假设土阵营没有跟275结盟的话，那就代表1077没有任何帮手，一点点帮手都不会有。那我们后面也就是顺理成章的就赢了这个 KDK。从关6开始，我们也付出了很多的代价，对，我们围了很多棋子。那这边特别强调一下，那个关6确实是只有2个阵营能够摸。那一开始就不管是在地图里的人还是观众，都蛮多人问说，为什么921不打关卡？然后就想说，921就不能打关卡呀？这也是我们在那个开局前发现的一个小亮点。对，那就很考虑每一个阵营或者是每一个王国，他们怎么去布阵、去谋略这个 KPK 嘛。那像关6一开的时候，其实我们的盟友并没有按照我们原先计划守住该守住的地方，就他们直接放了，就剩下一个关6，那他们就把它围起来。那921就利用那个小缺口，那个地方还都是山，那我们就是在那边强行落了一个要塞，每一根旗子都围，然后最后开了能攻，把他们断电的。那他们自己本身也有策略上的失误，就是没有步步为营，就盖了一条大龙，所以后面断那翻山也都很快，这个是2天吧。不过其实因为盟友没有执行好计划，或者是他们守不住，那其实拖了更多时间在275，没办法回防275那边，牺牲了更多不必要的战力。坦白说，就导致我们几乎每一根旗子都是在围，每一波要塞也都是在围的情况下去把1077推回去，其实很伤。对，而且1077又很善于防守，所以其实在整场 KVK 里面的那个分析，最后是关6的阵亡是最多的，就反而到了那个关7，然后黄庭就没有围那么多，还蛮奇怪的。就这个地图跟以前很不一样，虽然打完兵无常势之后，对这个剧本
有什么感想？跟以前我们都玩战歌啊，你如何？它很考验的是谋略，我刚刚有讲过，因为哪个地方要放，哪个地方不能放，那不能放，如果要付出惨痛的代价，也不能放的情况，那就很考量每个王国安排策略的时候，他们到底谋略有多深。就像我们在2755的关六叠了好多要塞，我们就是叠，我们也不跟他们打，那就是硬拖了2天，我们就利用空的时间回去修要塞，或者是等到他们落的时候，我们再回去拆。快烧完了又重盖。对，然后他们又在凌晨又强行落了3次，3次吧，3、4次，大大小小的要塞在不同地方。对，然后好几次我都不在。对，好几次都不在。我也只参加过1次。这个关卡重建要塞其实也蛮花那个联盟积分的，好像也没有比这个8方肯定没有，因为921在后面关期的时候，把我们能打的联盟都放到每个关期都有我们的存在。这个兵无常势会想再玩吗？还是会想挑战一下其他的政府剧本，就像是升级？其实兵无它其实很好玩，它其实是很好玩的，它没有固定的形式，或者是因为实力怎么样就决定某个区，因为它的区6是基数3个，那你好比8方它都会有一个关卡当做止损点，那你一定会碰到像战歌这样子的关卡。当然兵五也有，但是兵五的重点就在于能不能提前拿下两个6区，这就是重点。如果你能拿下2个6区，你基本上这个 KPK 没有什么问题，就没有什么该舍弃的，就全部都拿下来。所以我应该还会再兵神机或者是8方奥尔良比较不考虑，因为在我的看法，奥尔良他除了带了很多资源技能，可能大楼死的兵翻倍以外，它是一个不对等的开关，就它开关会从，如果你的盟友没有赢，那你除了要1v2以外，你面对的是别人从2/3开始打你的1/3，就比较不对等一点，所以我就没有那么喜欢奥尔的个人看法是比较不考虑，可能考虑神机吧，神机那卡牌看起来很烧脑。我看起来很烧，但是我看不懂，那你就慢慢研究。哇，就是我的工作是不是？但其实那个组合搭配蛮多的。我要问一个比较引战的问题 ，KPK 有没有想挑战的王国？当然，其实站在我的立场，蛮多人来问移民，然后就问我移民的标准，请你向观众说明我们的收人标准。收人标准其实就是